累 d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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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就这样。累 delay。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Ringers School。今天是一个新的主题，是 Ringers Magazine。今天我们的这期刊的杂志封面人物就是我们累 delay。然后首先呢，我们就请我们的主唱钟子一大美女来进行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子一，然后我是 Lady Delay 的主唱，我是一名独立音乐人，也是乐队的主创加队长这样。哦，欢迎。OK， 我们先碰一杯，今天我们喝的是嗨棒。你这是要干了？No， 口渴。我们现在聊一聊你的音乐，你的职业。然后呢，我想说对自己的 band 可以进行一个简单一点的介绍吗？可以。我的这支新的乐队 Lady Delay 等于是成立在半年之前，今年过春节的前夕。然后呢，我们其实是一个时间比较短的乐队，是个新乐队，但是大家都在这个行业里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年了。然后我16岁就做了当时第一支乐队，然后后来就是起起伏伏，然后现在我觉得还是是时间要做一支全新的乐队了。Lady Delay 也是一支 indie pop、indie rock 这样的乐队。我问一下，你是如何开始你的这个音乐之路的呢？我是从小就很喜欢唱歌跳舞，就是一种天性，我感觉。然后小的时候，就是那时候老师，如果不让我录一演节目的话，我就是不行啊，我都要就是疯狂的，必须要去表演节目，我就很喜欢上台，然后我有点人来疯，就非常热爱舞台音乐。然后从小就是会听很多歌，然后很多 CD 碟，家里的录影带之类的。然后刚刚有电脑的时候看 Michael MV，这样，就是从小就非常喜欢。哎，那你看他的 MV 的时候，你会跟他学他的跳舞吗？会，然后唱他的歌之类的。会的。以前我的 MP3 里就是小的时候就是必须要所有的歌都是 Michael，就当时是非常疯狂。哎，那你就是学他唱歌然后跳舞，你会在你的什么亲戚家人面前表演吗？想要？那个时候我爸也追 Michael，我们就是一起追星，属于家族追星，一起追。对，然后大家一起听歌。那很好玩，从小跟爸爸可以一起玩同样喜欢的事情，那是件很难得的事情。再干一杯 ，Cheers。哎，那你为什么会给你的乐队起这个 Lady Delay 的名字？Lady Delay 源自于 Bob Dylan 的一首歌，然后叫做 Lady Delay。然后当时我在找乐队名的时候，我不自觉的、很下意识的就会想找一下那些经典的东西，乐队啊、音乐来听一下。然后当时我看到 Lady Delay 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字形又很漂亮，然后我也非常喜欢那首歌，尤其是那天偶尔非常碰巧我在看史密斯夫妇，就又看了一遍。然后当时有一幕插曲，就是 Lady Delay 作为背景音乐，在他们两个夫妇就是打情感不行的时候，然后Lady Delay 这首歌突然出现了，所以当时我想，OK， 那就是他吧。那你们现在这个乐队是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目前的演出啊、表演，还有你们的一些 album 等等，也可以做一个介绍。我记得你们今年的7月份好像是发行了一张 EP 是吧？对，今年7月我们发行了第一张 EP，然后有5首歌，里边有2支 MV 这样。对，我们现在目前乐队的活动主要是在北京的各大 live house 以及一些音乐节这样的活动。你平常自己会作词作曲之类的，有这样子的？是的，就是我作为乐队的主唱，也是乐队的主创，就是现在的歌都是由我来写、我来创作。哎，那你平常创作的时候会从一些什么地方受到一些启发呢？这个创作一定灵感是来源于你的接触到的生活，对。然后有很多时候灵感来源于朋友，可能就像今天我们这样聊天，然后聊到一个问题，聊到一个新鲜事物的时候，它带给你的那种刺激感、那种碰撞的感觉，你会突然会有一个灵感还有就是平时你所接触的音乐、电影、书籍这些东西，会非常带给你灵感。好的，哎，那你平常喜欢的那种音乐的风格之类的，可以简单说一说。可以，就是平时像我吧会听的比较多，就是以 indie rock 为大类主类的，然后所有摇滚乐的分支啊，像从60年代像 Beatles 包括你身上穿的这个 Pink Floyd 的，然后都是非常经典的乐队都会听，然后到目前现在比较
主流大牌的乐队啊，像 Tempala 或者1975这样的乐队都会听。好，虽然我不是说非常了解你们这个音乐，可以去听一下。对，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个深究的话也会很有意思。是的，包括很多主流的pop 的歌手，像 R&B 的歌手玛丽亚凯莉啊，然后 A 妹这样的，或者是一些hip hop 歌手，然后都是平时都会听。你以后的目标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想再做什么样子的音乐等等的这种。我当然这个目标咱们就是希望，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去喜欢你的音乐，知道你的音乐有越来越多的人听，然后并且走上可能更大的舞台，这样子当然是做每一个职业音乐人的目标。因为我也听过子怡的现场，我觉得她在现场真的是很有她的魅力。对，大家可以来看演出，对，来那个检所以我觉得他的现场比就是那种你在家自己听音乐就更有炸裂很多。我觉得现场真的是很值得去看的，因为现场表演会给人更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们不再是通过 MP3 里的一个声音，是面对面的，可能我看着你的眼睛，你看着我的眼睛，这样子非常的直观。还有你现场散发的那种你的 power 也很大，你的能量，就大家我觉得我在下面去听，就真的是很能感受到了。我说人来疯了就比较疯。然后我们就简单的聊一下你的 fashion 了，时尚。就是我们聊一下你平常都是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的一个人，就是平常的穿搭。我觉得我的穿搭风格还是比较偏复古，然后比较摇滚一点 rock 一点这种。对，但是肯定是那种复古的感觉居多，我比较喜欢90年代的时尚这样。对，那个时候的时尚我觉得现在不是也正在又流行回来。对，现在很多时尚就是一年一年就是回潮啊，就是 vintage 文化这样。然后那个时候的现在拿来看也不会说过时了，或者是怎么样，也是就是让人那种久久回味的那种一种，就是潮流意识，但是风格是永存的。然后你除了复古的感觉，我觉得你也很辣，就是也很有辣妹的那种。是的，摇滚乐辣妹。对，我觉得辣妹的女主唱就更有魅力，就更吸引人。就看起来不能是好女孩那种，看起来比较坏。没有，其实外表看着很坏的女孩子，内心是更那叫什么柔软的。我不管，反正外表看起来不能太好。对，外表一定要是那种不良学姐风那种感觉。也不是不良吧，就是比较霸气一点，就是不是那种很软的那种感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你的原因，我觉得。我就喜欢很有霸气的女生，就越帅越酷的女生，我发现我的那个叫什么视线就会更集中。我也很喜欢那种很性感的，然后很有女性的魅力那种，我也很喜欢，都很喜欢。它这种东西，女孩的美很多样。确实，我觉得女孩真的是很多样，而且她可以表达的东西就很多种类，不是说只有一种。然后我们聊到你的时尚的一些单品吧。因为我是球鞋女孩嘛，平常大家都以球鞋女孩认识我，然后我的频道里也会出现介绍很多球鞋，然后想说聊聊我们的球鞋。可以。因为我不是很懂球鞋，但是我会穿几款，就是 Nike 的那个95、96年的 Air Max 的那些系列，还有98年就95、96、98这几个年份的 Air Max， 我就是在我鞋柜里是经常会穿的。也是都是复古的，对，都是那种复古款。然后我看你平常演出也会经常穿匡威。对，匡威是也是一定会穿，因为匡威代表了很大一部分摇滚乐文化，它是在这个文化之内的一种一类单品，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摇滚乐女孩或者喜欢音乐的女孩，喜欢街头女孩都会有一双匡威，而且匡威要穿的很脏，我就是觉得说一定要脏才好看。真的，我就很努力把我的匡威穿脏。是的，但是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总是穿不脏它。就觉得好难。那只能说你可能就是平时走路什么的比较干净。那我是不是要多去听一听你的现场？我的鞋是不是更容易脏？很容易脏，对。然后说到鞋脏这个问题，就是当时我们在拍 Riff MV 的时候，一会儿我可以把那个鞋拿来给你展示。然后当时那双鞋是一双新的鞋，就是因为我们想买一双
就是低帮的匡威。然后我们当时在拍的时候，企划导演就说不行，这个鞋太干净了。然后我们在现场想怎么在5分钟之内把它搞得特别脏、特别旧。然后你说往地上蹭吧，那会儿也蹭不脏，所以就后来大家拿那个蜡笔往上画，画的黑色，然后擦色，整个把它做就是那种你知道匡威的做旧款吗？就有一款匡威是做旧，就是把它做旧成那个样子在拍的。但是我还会专门买那种做旧款的匡威，是那种做旧款的很贵一般。而且它比较是稀有的，就是你不能是做旧的那种，又很刻意，一定要自然做旧的感觉。其实那种东西我觉得挺艺术的，我觉得脏匡威就挺艺术的。它主要还是有一个代表文化的属性。你要像拿给我妈妈看，我妈妈就会不理解为什么要买一个脏的鞋。对。就有的人确实是会不理解，但是真的是喜欢这一类型的人就会会非常喜欢，非常吃这种款。对，然后 T 恤也是要做旧的，也是都要脱色的那种感觉。然后别人不知道的，假如像妈妈这样，然后就会说你干嘛？你这个 T 恤是不是该扔掉了？是为什么要穿这种破的衣服？对，为什么要穿这种破的衣服上街那种？对，就会被说。所以我今天见你，我就穿了我的匡威来，然后我穿的是粉色。我的粉色比较女生一点，然后也是我平常喜欢穿。是的，我也想买一双粉色的。我现在就是有黑白2个基础色，然后有橘色、有蓝色，还有我很想要匡威的绿色和粉色，绿色粉很好看。绿色我还没有买过，绿色好。绿色的应该也不错。然后它也是我穿了多久了？然后也是，就也没有脏到哪里去，我觉得这个很干净。就对，你不觉得就是新鞋太干净就会显得很愣吗？对，很愣。对，鞋太新的鞋都很愣。对，然后皮鞋也是，就是很新那种都很愣。对，尤其是马丁那种。对，马丁也是要穿的很旧的。因为他们太新的话，不就特别硬，就整体不就没有那种松弛感嘛？是的，是那种皮的那种折痕啊什么，我就觉得那种东西就挺艺术的，就是我觉得来说，就还蛮性感的某一种，很好看。我觉得匡威也是，就是脏匡威啊那种，有你的就是你穿着它走过啊，发生一些故事。假如说像你上次拍 MV 的时候，你故意去弄脏它，然后这就是成了你们那种团员啊，你们现场人员之间的回忆嘛。就说你们当时拍这个 MV，本来它是一双新鞋，讲一个故事。对，然后它就怎么样被你们弄得很脏。对，它就承载了你们的经历，你们的人生在那双鞋里面。它的每一个脏的痕迹都是那个回忆，我就觉得特别有意义。是的，你走的每一条街道就是这样，你跟每一个伙伴一起疯玩的时候，你的鞋总会留下一些痕迹。对，然后你喝的每一口酒，滴在鞋上的每一滴酒，对。那么这一身这一身就是拍 riff 的时候全程其实 riff 有2身，但是那一身在那个柜子在里边就是找不出来了。对，但是这一身基本是这个我有印象的。对，就是这个亮片裙，然后搭配这个棒球帽，然后是对，这个不是封面吗？当时对，封面也是这个造型，然后配的就是这一双。这就刚刚说的，对，这是我们刚刚做旧掉的那双鞋，真的现在看着很旧，对不对？对，但是然后后来我也穿了很多次。那就是这个样子，看得到吗？对，这全都是拿笔画，是的。然后配的这个是，就这牌子我不太会念，就淘宝有好多就是这不是淘宝的牌子，Arcade，对，这是件 Arcade。对，这个在韩国好受欢迎。对，这个就是 Arcade， 对吧？而且这个裙子它是没有这一款，这一款是我们自己改的。它原本是到脚一个非常长的长裙，是的，它是一个非常长的长裙。然后这个是我们裁掉的，等于是 DIY 了一下，在做造型的时候 DIY 了一下，然后把它裁成短的。因为当时看上这一件觉得很合适，一个是因为
它的肥瘦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宽松的，它并不是一个紧身的那种连衣裙。如果紧身连衣裙的话，会显得比较像就是夜店的那种 style，更加性感一点。然后这种就会比较更加随意，因为它很宽松，然后袖子也是这种完全松掉的，然后要搭配一个就是混搭一个棒球帽，然后这样就会也是做旧的。对，它就是会很像10年那种那种混搭造型，叫那种 Innislines，就是那种感觉，很好看。然后要配上球鞋，这就是一个大混搭的一个思路。很会穿的我们的主唱。下一身造型就是他另一个 MV 的时候叫《老爹雪佛兰》，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这首歌，然后自己觉得还挺好听的。然后瑞菲比较好听，然后这一身的造型就我朋友讲说这身造型是我的 MV 里的，就是叫 killing part， 就是说这张造型是主打的造型。然后他的穿搭是当时我们是用一个这个是那个 MGA 的那个连衣裙，对这个牌子是这样的，然后但是当时我们想的时候也觉得，如果是只单穿这一条连衣裙的话，就会显得比较常规，对吧？但是这条连衣裙的花色又很好看，它有点嬉皮的 style， 就嬉皮的那种风格，所以用这个去搭配一条超级宽的那种，就很90年的那种阔腿牛仔裤，然后非常宽，然后把这个连衣裙穿到这条裤子上面。然后这条连衣裙正好是叠穿一下，对，是叠穿一下，正好它是开叉的，然后你可以一边是那种长长的，然后一边是就是有这样的感觉，对。然后穿上之后呢，再搭配上一个头巾，对，这个头巾的裙子是这样的，大概。我好像有看过你们之前是录一个你们乐队在就很轻松的一个环境下唱歌的，在这里录的 ID 的那个，是吧？是穿的这一身，但是当时没有戴这个头巾，在 MV 里的造型，这个是有头巾，然后并且配一个这个眼镜，这个眼镜就是很 Y2K 那种，对，然后配一个这样墨镜，就是这样一身，又辣又帅。当时这一身就是对，是我可以戴一下吗？可以啊，对。我很喜欢这种，但不知道适不适合我。哎，很好看，哎，还挺适合你，我觉得比我戴上好看。但这个发型适合吗？我不知道哎。跟你这一身也很搭，我觉得。而且是你有粉色的鞋，粉色的墨镜，然后灰色的 T 恤，这样还可以哈。对，我一直很喜欢，但是我一直没有去录这样的一个单品去。我觉得这种完全 OK， 不确定适不适合我，因为有点挑战。其实还好这一款它不算很夸张。感觉你这些好想穿上看看啊，好酷哦，感觉。然后这个是Kawani 的一个，就是这个当时本来也是潘威要穿的一身，但是那天因为一些原因，这身就没有用上。这个本来是配了一个低腰的牛仔裤，对。然后这个我穿的稍微有点大，这个我演出的时候也穿过右手。然后他穿完之后就是这种就是很经典的rock 的那种风格，很经典的这种马甲，尤其是这2年就是很多超模和明星他们都有穿这样的马甲，对，不穿东西是的，然后直接穿。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一件就是又比较，他看着比较嬉皮，然后就这一件也是好看。然后说到嬉皮，就这个靴子我也特别喜欢，这个靴子也是有那个嬉皮的，非常嬉皮的 style。我当时巨喜欢这双鞋，我从那个一个什么网站，从匈牙利寄到中国的一双鞋，辗转反侧，是辗转反侧。然后它是安娜苏的，安娜苏的一个 vintage， 就安娜苏在90年代还有2000年初，他们的秀就是超级有那个摇滚风格，就是又华丽又叛逆，然后还比较它有紫色为主，就神秘，然后有一些嬉皮色彩这样。哎，那你这么喜欢 vintage 的话，你会就是平常会喜欢买古着吗？就是 vintage 单品。是的，我大多衣服我感觉就是来自于全部都是 vintage，就是二手的，很少买新衣服穿了已经。真的，我觉得好多就是古着的爱好者，他们就是一旦喜欢上，非常入坑。对，而且我是从好多年中，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喜欢买这些东西。那你真的是古着的，那叫什么史诗级啊？那叫骨灰级那种，就是脑残粉，属于一种脑残粉。vintage 的魅力啊，它的那种味道，就是一进到那种vintage 店，它有自己独特的味道。它主要还是有文化的属性，包括如果你喜欢这一类的文化，你会喜欢它相应的美学，然后包括摇滚乐，就摇滚乐代表了很大一部分 vintage 里边这种美学，都跟你都是息息相关的。就我很喜欢吧，对。
干杯 ，Cheers。这个喝起来还是很爽。对，我也觉得这个靴子是最近就是买的，这个是库切尔，就是那个库切尔的GUCCI的GUCCI 的一双鞋，对。然后这双鞋是就是我的很搞笑，这一鞋有一个故事，就是我的企划，我企划菲姐，然后我们两个他也就是他就是非常喜欢这种衣服嘛，我们是用一样的爱好，然后他看到这双鞋的时候，就本来他想自己买，他想自己买。因为它也是二手的，就是很便宜的，就是远远低于市场。如果你要买一个GUCCI的那个价格，所以它是很低的。然后只不过他觉得这个跟他不太敢穿，是吗？因为他觉得这有点高，但其实我穿还可以。对，我看还好。它5厘米左右，我觉得大概有6、7吧，但是不是很高，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然后他看这双鞋，他就给我发，他说：“算了，你买吧。”他不太好，不太敢尝试，然后结果我拿到手之后给他一拍，我说完了，我说你错过了，这个鞋怎么说呢，就是非常舒适，穿上完全没有那种真的高跟鞋的感觉，而且它这种是布面的，而且又非常百搭，所以我只能说菲姐你错过了。对，我觉得这个就是露出来穿，或者是把裤子都可以，长裤盖上也很好看，非常百搭。它的最近正好不是这种尖头高跟鞋又很流行，又回来了。我觉得这双就非常非常百搭的一个靴子，很酷。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看哎，这个很，我觉得我都有点那种叫什么眼馋了。是的，但是这种鞋怎么说呢？你不一定能再买到一双了，就是错过了，错过了，就是没有了。他们真的是 vintage 的，我觉得魅力就是它是独一无二的。是的，这双鞋，就可能日常一点的，就像我说的，我穿匡威，匡威，那我很喜欢这个橘色的这一双。然后白色也会经常穿嘛，这都蛮脏的，就每天穿。还有黑的就是高帮低帮，还有一双蓝色的。那你高帮和低帮让你选，你会更喜欢偏向于哪一种？其实我是穿高帮，你是更偏向高帮。那个以前的这种老款和现在的不是1970吗？就是它新款的那种 logo 不是会有不一样吗？是吗？我不知道，反正我买一直就是这个。这个是那个什么新款，就是新款的对这种 logo 会变成它就是纯色。然后就然后这边好像会更高一点，是吗？从哪年开始改版的？哪年开始改版？哪年开始改版的？然后本身我就更喜欢黑白色系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更复古，然后你这个好好看啊，这个好脏啊，只能说是我觉得这个脏的很好看啊。都是你的人生，你的可以把你的鞋你穿不脏给我穿2天，我马上送给你就。你穿几码？我穿38嘛，那你可能穿不下，因为我是37或者是36的。是的，那你的我可以穿，是你也可以穿，改天给我拍照。这双就是跟我好多年，很多年，就是耐克的时候很喜欢耐克的 Air Max 系列，然后这双是 Air Max 95，然后95是有很多花色，然后这个双当时是在忘了去哪个城市演出的时候，然后去他商场里正好有一双在打折，然后我就买了。然后据说后来我回来才知道，说它这个是马皮的，还是就这款还挺难找，因为它是彩虹色。对，这个色系还不是很好见，就很少见的。然后这个鞋真的，我觉得这个鞋得有多少年了？太久，快10年了，我觉得每年都在穿，然后就是也不会烂也不会坏。对，你看现在我觉得你保存的还挺好的，还可以，可能2年我会拿去洗一次这样。然后韩国的古着店非常好逛，他们是在地下很大，对，所以当时我去宏大还有去什么地方，他们满大街都是。对，宏大真的挺多的。当时我也在那里买了，我忘了买什么，反正那半年我没少买的，老买。对，韩国和日本，我感觉这2个国家那古着真是天堂。而且他们是按照那个分类放的，就这边全是那个 polo 衫，这边全是夹克，这边全是牛仔裤，就是这样。然后有的时候，假如说你去，其实没有假如说你今天没有想买东西，没有想逛街，但是你到了那家古着店，然后你突然看到它有一种消费的氛围，对，然后它突然那就是你的那个码，你的尺码，然后你就说这双鞋就是我的啊，对，然后你还会就是有一种，如果我不买它，
别人就会买它，它只有一双，就是我对不能说明天再回来，就它有可能就是，对如果是每个新款发售的那种，它会你可以买很多，对然后别人买完你也可以买，然后像它这个型就是只有一双，那我买就是别的了，算了还是买了吧。我有一次在韩国。就是在上水洞的那块有一家古着店，他们就是我遇到一个乔11，然后正好是我的码，然后想哇这个现在都没有了，不行吧？然后想我明明有那么多乔丹鞋，但是这个是的，正好是我的码，为什么是我的码那种感觉？对，因为我的码平常我去买新款什么的，我的码是最贵的。是吗？你是穿37吗？36、37，好像说36是最贵的。对，那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缘分，这种东西真的古着真的是缘分。我推到最熟悉的堡垒，挂满墙的花也统统撕毁。我折断最漂亮的玫瑰，拥抱后我也枯萎。就是你平常就是你的日常的穿搭灵感都会来自哪些？或者是演出日常，你的演出的穿搭和你的日常穿搭会有什么区别吗？可能演出穿搭你会更加精心的准备一些，然后日常的话，其实我演出和日常差别并不是很大，因为我演出的衣服其实也不是那种很夸张的，对，它可能就是一个背心和一个牛仔裤，就是这样上去的，所以基本差的不是很大。然后灵感可能大多，我最早的一些灵感就是来源于很多90年代、2000年代的电影，然后电影里那种校园电影或者小妞电影会有很多好看的穿搭。到现在有的时候你看那个电影也不是为了真的看那个电影，就是它有很多漂亮的穿搭，它是属于一种时尚电影嘛，造型类电影，对，会去看。然后还有就是来源于你很多喜欢的音乐人，对吧？来源于很多早期的 idol 啊，然后摇滚乐队啊，这样子大明星，然后你会从他们身上有很多灵感。那你平常就是喜欢跟朋友这样见面，然后做音乐、唱歌、看电影这样的以外，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兴趣爱好吗？那我觉得最大的除了做音乐，最大的兴趣爱就是臭美。臭美，对，就是臭美啊！臭美，对啊，我必须要诚实，我是一个诚实的女生，我其实就是很爱臭美。你的臭美也分为很多种嘛，像是什么拍照啊，喜欢，然后穿好看的衣服啊，打扮自己，然后或者是就是你也有人是喜欢自己穿完然后拍照，然后干嘛就 po 到网上，或者是就臭美在见朋友或者在别人面前臭美都有嘛。然后你觉得你是属于偏向哪一种？我的那种臭美，要是像我朋友给我评价，就是那种无用臭美，因为我特别爱自拍，就我平时他说，但是你拍了，你为什么一张都不发？就只拍不发，然后就自己也不知道在那拍啥，就是一种习惯性的，然后就是拍，然后就是不发，然后看衣服也是，我所以你衣柜有很多衣服，但是你真是觉得没有一件能穿。我每天都觉得我没有衣服穿，你知道吗？然后没有衣服穿，然后你就会想去看，然后想去研究最近有什么最新的造型啊，比如说可以演出用啊，或者是给我以后的想拍的下一支类似的造型类，你会去找一些图片啊，找一些杂志啊，一些灵感这样看。但我觉得你这种都是就是很有热情，对生活很有热情才会去做这些事情。然后还有像你自拍啊，假如说没有说发到哪里或者怎么样，但就是自我满足，你就自己看就很开心。对，你就自己拍。假如说我今天状态很好。然后你今天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然后你自己看，你也不是说你给谁看，但是你就自己拍了，然后有这个东西，然后你看着你自己拍的东西，你就会很开心。就每个人这种东西就不一样。对，但是不太爱发，就是我希望以后就是时常可以监督自己，拍完就发，因为很多照片你留着你就不会发了。对，对，这个是真的，就不发了，越存越多，越存越多。这个是真的，不发了，不知道从哪发，算了，不发了，就这样。对，其实有的时候我是这种，我是有点
就是叫什么拖延症，然后加上但是懒你已经很勤奋了，我看你的小红书啦，我说这个还是很勤奋啊，就拍完照就发，拍完照就发。哎，那怎么说？你平常就是治愈自己的方式是更喜欢偏向待在家里面一个人，就是安安静静的，还是说出去见朋友，就是热热闹闹的那种，会让你更治愈啊？我觉得有一件事是最治愈的，你知道什么吗？就是一个人去逛街。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去逛街是最爽的，我觉得一个人逛街非常爽。还有什么人啊？这个问题太笼统了。他是一个好人。我觉得 Ringer 是一个古灵精怪的人。现在拍摄就是马上我们要拍完，然后马上我们要去喝酒。对，就是酒还没有喝够，然后还要去喝酒。如果我要对10年前的自己说一句话，就是我会跟他说钟子怡，你还是不要变，还是像这样长大吧，就是还是这样，再来一遍。洗手放置的歌曲，耳熟上念旧毛衣，上个10月。